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你每天做多久决定了你的寿命。不要让一个坏习惯毁掉自己的健康。什么行为有损健康？问10个人，8个人都会说是吸烟。但是还有一种行为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头号杀手，它对人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吸烟。上至老人，下至儿童，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久坐。在一般的情况下，坐办公室、上课、考试、看电视、看电影、玩电脑、打麻将，甚至开车都在久坐的范围内。只要你选择坐的时间超过了90分钟，那么你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健康隐患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先说2个新闻吧。2022年12月1日，一个年轻的女记者，原本身体健康，活蹦乱跳，但崴脚后没几天就昏迷不醒，12天后抢救无效死亡。医生说，导致这名记者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崴脚后久坐不动，引发了肺栓塞死亡。2014年，台湾一个34岁男子因为连续的在网吧坐了1天1夜猝死了，原因也是久坐导致的肺栓塞。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年有200多万人因久坐少动而死亡。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久坐的伤害是悄无声息的，有时你根本都不知道让你患病受苦的原因竟然就是它。久坐不动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的危害？危害1，久坐让你变丑。在医学上有一个词语叫臀肌失忆症，就是说，如果臀肌一直处于放松的状态，时间一久，臀肌就会忘了怎么复原，就算站起来或者是运动也是松松垮垮。当人坐下的时候，臀肌就处于放松的状态，如果经常久坐，就会使臀肌失忆，最后的结果就是变得扁平又松弛。换句话说，久坐会让你的屁股变得又塌又大，最后就是妥妥的大妈臀。当臀肌失忆后，千万不要觉得只是不美观而已，它的伤害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肌肉的作用就是用来保护人体的骨骼关节，如果当肌肉变成了软塌塌的肥肉，那么你做任何动作都是在磨骨头。臀肌失忆了，不管是弯腰走路、上台阶，腰椎、膝盖都是在受损。时间一久，轻则腰痛、膝盖痛，重则就是造成膝盖和腰椎不可逆转的伤害了。危害2，久坐会让人变笨。不少人都是全天坐着办公，有时为了赶工作进度，一坐就是1个上午。看上去你一直坐着不动，是多了几分钟的工作时间，实质上你越是贪图这几分钟的工作时间，你的工作效率就被拉得越低。因为长期低头伏案工作，颈椎始终维持前屈位，时间一久就会影响脑部供血，所以你会越做越累，工作1-2年，头开始痛了，记忆力也开始下降了。如果你再这样做上3年，可能还没有加多少薪，职位还没有上升多少呢，你的血液已经变得跟老年人一样了。血液流速太慢，最后很有可能就是脑血栓、中风了。有研究发现，就算是身体很健康的小学生，如果每天久坐不起，血管都会发生很明显的改变。你们说，小学生久坐危害都这么大，更何况我们这些动不动就头疼腰痛的大人呢？危害3，久坐会让人加速衰老。美国流行病学杂志上曾刊登过一项研究，发现越久坐老得越快。该研究通过评估近1500名年长妇女后发现，喜欢久坐的人要比他们实质年龄老8岁。因为久坐不动会加速细胞老化的速度，导致实质年龄和生物年龄有着相对大的差距。当细胞衰老速度变大，可能在外表上你看上去跟同龄的人没有多大的差别，但你的身体机能已经严重下降。
明明才40多岁的人，就已经跟50岁的人一样，感觉到岁月的不饶人。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寻找什么冻龄之术，那么首先就得改掉久坐的习惯，不然越久坐老得越快。危害是，久坐会让糖尿病找上门。当人久坐一天，就会导致机体对胰岛素的整体应答率显著下降，也就意味着日复一日的长时间的久坐会让胰腺受损，产生大量的胰岛素。当血液中胰岛素过高，最后的结果就是糖尿病。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久坐会加大患糖尿病的风险。研究调查了3800多名的40到75岁的男性锻炼情况以及每周久坐的小时数，在10年的随访期间发现，糖尿病的1000多人每周久坐2到10个小时者，比没有久坐习惯的人患病的危险性增加了 66%， 每周久坐21到24小时者危险性增加2倍，每周超过40小时则患2型糖尿病的危险性增加3倍。有人把糖尿病称作是不死的癌症，因为每天都要定时定量的喝药吃饭，如果你一旦忘记及时的喝药，就会引发各种的并发症，严重的手足都要锯掉，眼睛都会变瞎。生老病死是规律，但是千万不要因为一些坏习惯让自己走这么痛苦的一条路。危害5，久坐让你更易患癌。久坐除了会患结肠癌外，与其他癌症的发生也有关系。美国癌症协会就做过一个研究，通过对14万6千名男女17年的追踪调查发现，与每天静坐时间少于3小时的人相比，每天坐着工作6小时以上的女性更早死于各种的疾病的风险要高 37%， 而这些有久坐习惯的女性尤其容易患多发性的骨髓瘤、乳腺癌以及卵巢癌等。为了能抗癌，不少人每天都要吃大量的抗癌食物，什么西兰花呀、大蒜呀，却根本没有留意自己的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其实才是给癌症培养了一块沃土。人体在进化的过程中，完全没有给久坐提供什么保护措施。当你一久坐，就是在违背身体肌肉关节的正位，各个器官在长年累月的挤压下，想不得病都难。危害6，久坐会便秘。人在坐着的时候，腹部会受到挤压，这会影响肠胃的蠕动。一久坐就容易让消化液分泌减少，从而降低肠胃消化吸收能力。时间一久，小肚腩便秘就通通的找上门了。如果你有久坐导致的便秘，那就需要特别的注意了。因为长时间的消化不良会让食物残渣长时间的堆积在肠道，还会刺激到肠道黏膜。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小事，久而久之很容易就会诱发大肠癌、结肠癌。曾有机构对美国洛杉矶地区29000多名癌症患者调查发现，久坐办公室的人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明显的高于经常运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现在我国结肠癌发病率以每年 4.2% 的水平递增，远远的高于全球 2% 的水平。其中最易患癌人群都集中在久坐的白领人群。患癌谁也不好说，但千万别久坐，要不然你就是给他修建了一条高速路。危害7，久坐会不孕不育。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久坐最直接伤害的就是生殖区域。对男性来说，他们就是坐在前列腺上，只要一久坐，轻者会引发前列腺炎，重者就会导致精子质量下降，不孕不育。因为在久坐的状态下，人的骨盘会处于一种窝曲的形式，一方面长时间阴部血流回流的不畅，会使前列腺长期处于充血的状态，这会极易的引发前列腺炎。另一方面，久坐会让阴部温度升高，导致睾丸温度过高，影响精子发育和成熟。对女性来说，久坐会使私处的空气不够流通，时间一长就容易滋生细菌，增加妇科炎症的风险。
时间一久也会导致不孕不育。所以如果以后还想要个健康的宝宝，不管男女都不要一直的坐着不动了。二，不可能不做，但我们能够避免久坐。要说一个很悲伤的事情，那就是你每天久坐的伤害是下班后运动无法消除的。换句话说，就是你上班做了8个小时，下班后在健身房泡4个小时没用的。这种伤害来了就是来了，靠事后的弥补，作用不怎么显著。那难道久坐人群就这么被判了死刑吗？这倒不用担心。其实当我们有意识地避免久坐的时候，伤害就能够大幅度的减少。一，避免久坐超过90分钟。工作的时候要给自己设个闹钟，每过1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就站起来倒杯水，上个卫生间，活动活动筋骨。老师们也不要占用课间的时间，拖堂连上2节课。领导们开会要讲究效率，不要超过1个半小时。长途开车遇到休息站就停下来休息休息，如果堵车可以下车活动一下。尽量不要整晚都看电视，广告时间起来活动活动。久坐对身体不好，葛优躺对身体更不好。二，千万不要翘二郎腿。久坐伤身，翘二郎腿就是雪上加霜。在坐的时候尽量双脚平放在地面，不要翘二郎腿，给自己增加过多的负担。尤其要注意不要耸肩。三，站起来的时候收收臀。坐了1个小时后，去上厕所时可以有意识地收紧臀部和腹部的肌肉，这样能够很好地启动它们，刺激它们知道要收缩，不至于失忆了，变成一坨没用的肥肉。四，能不做的时候就不做。地铁上呀，公交车上呀，如果不是太远的路程，能不做就不做了。还能给大爷大妈、小朋友、孕妇样样做，一举2得，多好。五，可以拨拨臀肌。在瑜伽中，每次做肢体式都要先拨臀肌，就是为了防止臀肌失忆。所以在做的时候也可以拨拨臀肌，就是把臀部的肌肉尽量的往外拨，让坐骨直接的坐在垫子上就好。六，如果有可能就配个坐垫。如果上述的情况你都做不到，那就给自己花点钱，配置一个好一点的坐垫，就是那种能够减轻腰部压力，能够让臀部肌肉没有太大压力的垫子就好。总之一句话，善待你的臀部，善待你的腰部，不要让一个坏习惯毁掉自己的健康，要不然真的不划算。久坐对健康的危害是全方位的，永远不要等到久坐导致的疾病出现了才恍然大悟。趁着年轻，用好习惯给自己储存一笔叫做健康的财富，放在未来，做自己最大的靠山。你要相信，人生无论是到任何时候，健康都是最后的本钱。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